很多人提起洛阳城时，会告诉你哪些是必去景点，但从来没有告诉大家，这些景点其实跟洛阳的历史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。你只有知道洛阳7天这个概念，你才知道洛阳为什么有明堂、天堂、应天门、龙门石窟等等。它们从来不是单独分裂出来的景点，而是统一的完整的隋唐史。1300多年前，洛阳城街头有一位卖草药的英俊汉子，意外迎来了一场托天富贵。这位汉子名叫冯小宝，洛阳本地人，虽家境贫困，但生得一副好皮囊，身材高大，五官清秀，又有8块腹肌，仿佛腹肌加强，脱板金城武，加上口齿伶俐，善花言巧语，十分讨女生喜欢。冯小宝出身低微，原本只是在洛阳街头卖山草药度日，有靓女路过时甩一甩头发耍帅，过着枯燥无聊的帅哥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千金公主的侍女看上了他，命运的齿轮才开始飞速转动。唐高祖李渊一共生有19个女儿，退位后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生下倒数第2小的千金公主。千金公主长大后年纪虽小，算着辈分却是武则天的姑母，但她极谄媚武则天。武则天称帝后，杀了不少李唐皇室各亲友，瑟瑟发抖。千金公主却上书愿做武则天的女儿，拍马屁把武则天拍得爽飞。武则天赐她姓武，将千金公主改封为安定公主，而安定公主原是武则天夭折长女的封号。千金公主还让自己的儿子娶了武承嗣的女儿为妻，通过联姻加强跟武氏家族的绑定。千金公主有一位侍女，性格火辣奔放，专门负责去集市上买药，顺便在街头撩帅哥。一见到冯小宝便欢喜不已，两人眉来眼去，开始勾搭上了。有时冯小宝想侍女想得厉害，就偷偷跑去公主府约会，不料被千金公主抓了个现行。千金公主2次婚姻都不幸福，最讨厌别人在她面前恩爱，本来怒气冲天，但一看到冯小宝的俊美模样和健硕身材，千金公主的火气便消了一半，自己留下享用了几日，用完觉得很不错，连续加了几个钟，想着母后武则天孤苦为了讨好他，又转手送进宫里。冯小宝确实还是有2把刷子的，用过都说好。这时候武则天都60岁了，面对小自己38岁冯小宝健硕的肉体，武则天爱不释手，留在宫中慢慢享用，收下了自己第1位男宠。为掩人耳目，也为了出入宫中方便，武则天让冯小宝削发为僧，改名薛怀义，入太平公主薛少一族，并让薛少认冯小宝为继父。冯小宝便每天跟洛阳僧侣一起在宫内诵经，被称为薛师。为了给薛怀义一个固定居所，武则天另让薛怀义去城东白马寺任方丈。武则天此时控制着朝廷，但还未称女皇，面首薛怀义仗着御姐威势，干了3件大事。一是为了帮武则天顺利登基，找到一本叫《大云经》的经书，经记载女主统治国家后又成了佛，作为武则天称帝的理论依据。二是在武则天称帝前1年出兵讨伐突厥，正好突厥兵撤走，捡了回战功。三是在688年修建了明堂，为武则天建明堂，以佛教信仰形式称帝做铺垫。薛怀义因各种功劳得宠，一时忘了自己身份，在洛阳城饲养流氓，侵占田产，骑马撞人，侮辱百官，激起了公愤，被大家纷纷投诉。投诉的多了，武则天也开始对他有些厌烦。在被宠爱了11年后，武则天对他的肉体也腻烦了，看上了一个叫沈南球的御医，跟医生又呼天呼地搞在了一起，冷落了和尚薛怀义。薛怀义大发雷霆，一气之下先去红楼喝个烂醉，再趁着酒意来到他负责修建的明堂，一把火点燃了明堂。在明堂背面16米的地方，另有一座更恢宏的建筑天堂，是武则天礼佛的地方，也被这把火连累吞噬。中国古代建筑难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因为几乎都是木质建筑点火就着。明堂和天堂被烧得火光冲天，将整个洛阳城照得如白昼一般。至天亮时，大气雄伟的明堂天堂街化为灰烬，天堂里的佛像也断成数百块碎片。烈火熊熊燃烧之时，薛怀义却烂醉在床上，对后面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武则天对薛怀义的荒唐言进羞愧到难以启齿，
只说是天堂里的一名小工疏忽引发了火灾，替薛怀义遮掩过去，但两人之间的裂痕深深种下。695年2月4日，火烧明堂天堂半个月后，武则天杀心已起，密诏薛怀义到瑶光殿将其当场捉拿。薛怀义还要反抗，武攸宜拿大锤痛击其后脑，薛怀义当场脑裂而死，尸体被运到白马寺焚烧，骨灰被拿去灶塔。洛阳街头的草药贩子冯小宝在享近11年荣华富贵后，就此灰飞烟灭。冯小宝死后第2个月，武则天下诏重建明堂。天堂原建筑太高，实在太难复建，便改建为佛光寺。1年后，明堂重建完工，号通天宫。前面忙着讲故事，没有好好介绍一下明堂和天堂。这里大概讲一下这2座建筑在当时有多么牛逼。明堂是从唐高宗时就开始设计到武则天手里才开建，准备周期特别长，艰难的前期工作完成了才交给薛怀义监工，让他摘了果子。就唐书记载，明堂由几万人建造而成，中心处需要1000人拖动。完工后共有3层，高294尺，约90米。庭中有巨木石为上下贯通号万象神功。天堂更夸张，《资治通鉴》说天堂共5层，高1000尺，也就是达312米。站在第3层就可以俯瞰明堂，里面有一尊天大的佛像，有900尺高。但《旧唐书》说佛像尺高100余尺，小指犹容数十人。天堂内部也没有明堂那么宽广。考虑到中国古时候的工艺问题，历史学家猜测天堂建不了这么高，可能并没有完工就被烧掉了，后改建佛光寺。而真正完工的明堂7年后被薛怀义所烧后，花1年重建。705年，武则天病重，太子李显与张柬之联合政变，武则天退位，大唐重回长安定都洛阳，失去首都功能。762年时，明堂毁于回纥兵之手，之后便没有人再记得有明堂、天堂这2座伟大而恢宏的洛阳建筑。直到1200多年后，1977年，洛阳才发现武则天时期天堂遗址。1986年，洛阳市公交大楼工地施工，工人们在地下挖出一节弧形古砖墙，又因此发现了明堂遗址。2009年，洛阳在原旧址上开始重建明堂。2013年，又在原旧址上开始重建天堂。2015年，天堂明堂正式对外开放。今天，如果你走到洛阳街头，你至少会看到3样东西，跟1300年前的武则天薛怀义有关。一个是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白马寺，薛怀义在这儿做过主持；另2个就是天堂和明堂，薛怀义在这里撒过娇。重建的天堂和明堂占地面积和建筑外形都跟唐石鼓建筑不太一致，比例缩小了一些。特别是明堂，本来是多层塔形建筑，现在要低矮不少。那是因为按原来的造型全面重建拆迁难度太大，要毁掉周边大量民居和交通要道，所以听取专家意见，尽量采用较轻较少的材料，将保护原遗址放在第1位。那天堂和明堂是重修古建筑，还能代表唐时的洛阳吗？帅哥美女们，您听我细细道来，那个最正宗的古建筑白马寺其实也是重修过的，还是重修无数次的。白马寺兴建于东汉初年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1所公办寺院，号称各国佛教，始源于祖庭，但它东汉末年被毁得干干净净。曹魏时第1次重建后，无数次被毁。薛怀义在这任主持时，正是武则天又持修了一次白马寺。按白马寺这个节奏，现在新修的天堂和明堂迟早也是文物古迹。只要顺着我们民族的时间线，在原来的基础上营建事物，能看到我们民族古时的模样，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。在洛阳市天堂和明堂的正前方有一座城门，叫应天门，是古代的天下第1门。这里是宫城紫薇城的正南门，也是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地方。大门建于605年，原叫则天门。705年，为避武则天的讳，改为应天门，后毁于北宋末年战火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应天门是1960年找到遗址后，从2016年开始新建，2019年9月才正式对外开放。注意，天堂明堂是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，而应天门是2019年。整个洛阳城恢复唐时风貌，其实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。这也是很多国内游客不知道
洛阳有多好玩的原因，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新鲜了。洛阳城一直在重新生长，重新回到武则天时的大唐气象。大概在2020年，气象才基本定局，还要再精修20年，才会彻底回到如梦如幻的大唐。就那些要看大唐去日本的理论，就别误人子弟了。阴气森森的日本文化，有什么资格跟大器万千的大唐洛阳比肩？现在的应天门全名叫应天门遗址博物馆，里面不仅可以参观游览，还可以玩大型室内真人剧本杀，玩完再上楼看唐时歌舞表演，在城楼看洛阳全城夜景，端得好不快活。其实唐代在设计洛阳城时，一共设计了7座以天命名的建筑，统称为洛阳7天，从北到南依次是天堂、天宫、天门、天枢、天津、天街、天阙龙门。可见武则天野心勃勃，要把洛阳打造成天上人间。前面3样我们都介绍过了，第4样天枢其实是一座纪念碑，这是为了颂扬武则天的功绩，由武三思提议，波斯国大酋长组织各藩属国自发凑集了上百万亿的钱财，于695年在应天门外的广场上造了一尊45米高的8面体纪念柱，全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，也是世界第1大济公柱，远超38米的罗马图拉真济公柱和12米的印度阿育王石柱。可惜这座天枢于714年被唐玄宗下令销毁，熔了1个多月才熔完，遗址又被洛河冲毁。目前洛阳博物馆前还矗立着一杆天枢，但这个只是象征性的，远远没有武则天时的华丽。从天枢再往南是洛阳7天里的天津桥和天街，天津桥横跨洛河，以贴汉金梁的意思给桥命名。这座桥原有4角亭、栏杆、表柱，两侧有酒楼和市集，每天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一度，是全国最热闹的桥。基元时遭焚毁后废弃。2000年时，洛阳市文物考古人员才在隋唐东都城发现了天津桥遗址。这座桥发现的太晚，2023年3月才发布了隋唐洛阳城天津桥项目设计招标计划表，提到要对应天门前的天津桥遗址进行设计。拟招标计划建一座长800米、桥北广场占地30亩、桥南广场占地35亩的全新天津桥，重现洛阳8景之一的天津小月。说了今天的洛阳城还在生长吗？不要急，再给洛阳一点时间，它至少还有20年的生长周期，会越生越华美，越长越清丽。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，隋炀帝建成时充满了浪漫主义想法，将宫城取名为紫微宫，将洛水视为银河，过洛水后的那条街就叫天街，也是洛阳7天的第6个建筑群。隋唐时的天街，街道两侧栽种有柳树、樱桃，16路中间为御道，只能让皇宫里的人走，两侧铺有辅道给普通百姓走，路边另修有水渠中常年流水，风景秀丽。当时的天街南北长9里，宽147米，在古代是超级宽阔的街道，相当于今天的双向16车道。天街大道610年正月，隋炀帝招待司仪酋长在天街搞游行，执丝竹者58000人，声闻数十里，能让大伙没日没夜狂欢了1个月。2022年，天街遗址保护项目启动展示隋唐洛阳城核心中轴线气象。这一块地目前被改造成了天街公园，供大家踏青散步用。如果将来能再恢复周边古时商铺景象，就能重回天街飞配踏琼英，四顾全仪在玉京的盛世景象了。不过要看隋唐时洛阳市井景象，天街虽没有了洛邑古城，是完全可以替代的，甚至应该比原来的天街更好。洛邑古城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古迹是文峰塔。文峰塔建在古代洛阳城的郊区，北宋时初建，是用来祈求文运昌盛的塔。学子们要去考试前，都会来塔下拜一拜文昌、文魁2神祈福。明末时，李自成攻克洛阳，为了搜寻福王朱常洵包围周边时，用红衣大炮轰塌了文峰塔。现在的塔又是顺治年间重建的，能真正走完1000多年的古迹不多的。再好的女孩，结婚前也会谈几段恋爱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大家看开一点，气氛在就好。对于古迹，不要非得认死理。2017年，洛阳以文峰塔为中心建了一座洛邑古城，目前已完成17项目，共占地70多亩，里面有小桥、流水、
古树、酒楼、书院、旅店、驿站等等唐时建筑遗迹还没全部建完，每天晚上已经如梦如幻一般。里面70%的游人都穿着汉服来往穿梭，各色汉服美女一群群如百花争艳，目不暇接。整个洛邑古城的生活氛围好的青春与华服一色，唐风共美人一体，空气中都是香粉的味道。洛邑古城目前一期的280亩还没完工，全部建完将高达1360亩，总投资127亿元，全部对外免费开放。看现在这情形，估计将来中国大部分年轻女孩都会穿着汉服到洛邑古城拍一套写真。等我们顺着隋唐历史游览完白马寺、天堂、明堂、应天门、天书、天津桥、天街、洛邑古城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洛阳7天的最后一站——龙门。你猜对了，就是龙门石窟那个龙门。龙门以前就叫一阙，就是一水的天然大门的意思，并不是真的在这建了一道门，是两边山，中间水，看起来是洛阳的大门。一水西边的龙门山上，便是一排排天下闻名的龙门石窟。龙门石窟共有10万余尊佛像，这么大工程，一代人是建不完的，是好多好多代工匠的心血。它始建于北魏493年，历经35年完成第一波修建，中间战乱大火歇了一阵，到唐朝时第二次修建，从636年开始又大建了110年，后面有零零碎碎修到宋朝才开始走向低潮，差不多是凝结了中国石刻工艺大师300-400年的艺术结晶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龙门石窟大多佛像已经残毁的不像个模样，主要是清末到民国时期，石窟名声太显，英国和美国的文物盗贼蜂拥而来，伙同文物奸商对石窟进行掠夺，如蝗虫过境，将佛像砍手断臂，能搬走的都搬走卖掉了，以至于几乎无一龛佛像是完好的。但还好那尊最大的卢舍那佛实在太大，没办法砍下来，才幸免于难。卢舍那大佛全高17米头，高4米而长1.9米，依武则天的样子塑造而成，是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、规模最大的佛像。武则天母亲信佛，因此她从小深受影响。大唐佛教在她手中时达到顶峰，慧能、法藏、义净等大僧都跟她有渊源。卢舍那大佛便是她捐资雕造，因此才用了她容貌为底子。卢舍那大佛一山雕凿整个摩崖相堪，南北宽36米，东西进深40.7米。大佛始造于672年，唐高宗虽然还活着，但实权已落入皇后武则天之手。他以皇后之名施2万贯脂粉钱赞助雕刻，历时3年9个月才完工。整个佛龛包括一佛、2弟子、2菩萨、2天王、2力士，法相庄严，规模宏大。很多人提起洛阳城时，会告诉你哪些是必须景点，但从来没有告诉大家，这些景点其实跟洛阳的历史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。你只有知道洛阳7天这个概念，你才知道洛阳为什么有明堂、天堂、应天门、龙门石窟等等，它们从来不是单独分裂出来的景点，而是统一的完整的隋唐史。很多洛阳景区的背后，其实都跟隋炀帝和武则天有莫大关系。一个建造了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洛阳城，另一个雄心勃勃要做中国第一个女皇帝。她煞费苦心的改元、造字、修石窟、撰佛经、编祥瑞、建明堂、天堂，把天命所在的观念一遍遍向臣民灌输，才有了洛阳城一时锦绣。除了上面我讲到的这些地方，洛阳还有充满奇幻感的老君山、国色天香的牡丹园、云海翻腾的白云山、高峡温谷的龙潭大峡谷、皇家池苑九州池、洛阳博物馆、古墓博物馆等等，还有各种好喝的汤，牛肉汤、羊肉汤、鱼肉汤、丸子汤、豆腐汤、胡辣汤。洛阳城的各种建设几乎都是在2020年左右才基本完成。全国知道洛阳秀美的人还很少，而且洛阳还在大力扩展当中。光一个洛邑古城估计还要修个10年8年才会完工。洛阳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城市呢？它一定会变成中国人的大型古 cosplay 秀一场入城及狂欢的唐代画卷，一场世界顶级的全城演艺秀场。20年后，每个中国人都一定会知道，你来到了洛阳，你就来到了大唐。
洛阳迟早跟巴黎和罗马一样，成为世界最顶级的旅游城市，甚至很有可能会超越他们。